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说一下语言大模型。这个是前两天刚刚发布的 Llama 3。那么这个 Llama 3呢，它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8B，一个是70B。那么这两个呢，从这个参数的大小来看的话，肯定70B 的效果更好。但是我们家里电脑的配置其实只能跑8B，所以说呢，我们就以这个8B为示例啊，给大家做个演示。我们来说怎么去安装，怎么去使用。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后装好之后的一个效果。这边呢是使用了一个这个 OpenWebUI 这么一个工具。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OpenWebUI 这个使用界面跟我们的那个 ChatGPT 的那种使用界面是非常相似的。这样的话，我们使用起来其实也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个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对话，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效果。然后说你好，没有选模型啊，在这儿选一下。你好，这个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呢，因为它需要把这个模型Llama 3那个模型去做一个加载，所以说第一句话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卡顿，你稍微等一下。这边我们就可以跟他聊天了。比如说我们随便问他，他说你支持什么语言？他会跟我们说他支持这么多种语言。然后呢，我们可以问他一些别的问题，比如说1+1在什么情况下等于3？问他一下。英文回答我们，当然这个不太好，我们让他使用中文，请用中文。那么他会跟我们用中文来回答。至少这个回答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然后我们可以再问他说是你可以回答些什么问题？又变成英文了啊，让他用中文。然后他会告诉我们他能回答我们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还挺多的。好，我们再问他一个小问题，太阳什么时候会爆炸？他跟我们预计在5亿年之后呢会爆炸。他说不会爆炸，好吧，反正这个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假如5亿年之后咱们都不在了，好，咱们翻回来看怎么去使用，怎么让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方便大家去使用。那么我们需要的工具呢，这个Llama 3这边啊，Llama 3这边下面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下载方法以及使用方法的。但是这个呢，因为它这边下载的这个模型是最原始的一种模型，它没有经过任何的优化以及压缩。那么这个模型的体积呢，一个是比较大，第二个呢是你下载下来之后呢，你加载到内存当中它需要的显存和内存呢，其实也是远远超出你的想象的。你即便你下载下来之后，如果你配置低一点，那么根本就跑不起来。我这边试了一下，12G 显存，32G 的内存，那么下载下来之后呢，基本上是卡的动不了，基本上卡死了。所以说这个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待会儿在影片的最后吧，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怎么样去用它这种最原始的方法去使用。这个我们最后再说。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给大家说，就是怎么样把它变成这种样子。然后呢，我们需要使用的一个工具啊，就这个 Ollama。我们接着又来说一下这个 Ollama 怎么去使用，因为这个工具其实挺通用的，就是哪怕以后有别的这种语言大模型出来，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工具来使用。那么这边我们直接点下载，这边呢可以根据你的操作系统自己去选择。我呢肯定是 Windows 啊，我这边直接点那个下载就可以了。那么这边呢它会自动下载，因为我这边已经下载了一个了，所以我直接打开就行了。我们这个 Ollama 下载完之后就是这么一个样子，直接双击启动就可以，然后进行安装。那么它这个安装呢不可以选择安装位置，只能装在 C 盘。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先装到 C 盘，然后咱们再说怎么样去把它转移一下，点那个安装。那么它会自动安装在这么一个文件夹里面。稍等一下，等它装完。这个 Ollama 我们安装完之后呢，它在这个 C 盘的这个地址，这个我们大家按照我这个地址，然后在你的 C 盘里找到这个 Ollama 的文件夹，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我们往回退一步，这个是我们 Ollama 的文件夹。然后呢，我们把它直接把它剪切一下，把它放到我们这个其他盘里，因为我个人是把它放到这个地方，覆盖一下吧。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文件呢就被切换到了另一个盘里。我们不要把它放到 C 盘，因为你要放到 C 盘的话，它体积会越来越大嘛。当然，大家喜欢在 C 盘也没有关系。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那么进来之后呢，当然我们还需要进行下一步，我们怎么去下载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在什么地方呢？大家翻回这个 Ollama 这个官网，这边是有一个模型，大家看这里 Models， 然后这里面的第一个呢就是 Llama 3，我们点一下，已经有这么多人下载了，说明这个模型最近还是确实比较火的。
这边呢有它这种模型，一个是70B，一个是8B。那么它这边的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70B 呢就有40个 G 啊，这个呢4.7个 G， 所以我们能跑的话，也就是这个8B 了。下面的话是这个模型的一些这种相关的说明吧。而这个图呢，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一下。它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模型比较厉害，在各方面的对比上，它的数据都是不错的。这是它的这个数据对比。那这个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注意这个命令，这个就是打开llama 3以及下载llama 3的一个方法。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呢，我们翻回来，这边我们回到它这个文件，我们点上面这个地址，然后在这边输入 cmd， 打开这个窗口，那么把我们刚才的这个命令复制过来，这样的话，它会在本机上去检测你有没有这个llama 3，如果有的话，直接运行；如果没有llama 3的话，那么开始下载，它是这么个意思。当然这边的话，我们还需要在下载之前先做一个设置。因为我们这样下载的话，那么最终下载下来的llama 3的模型呢，会放到 C 盘里面去。我们可以把它转移到别的盘里面去，因为放到 C 盘肯定是不太好的。那么怎么转移呢？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设置一个环境变量，这边大家可以在这边输入一下啊，环境变量，打开这个系统属性这边有个环境变量，大家点一下。这个下面呢有个系统变量，然后呢这边有一个这个欧拉玛的models， 大家看这边，这个呢是我之前已经设置好的，这个大家可以照着我这个来设置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呢是欧拉玛模型的一个变量，那么下面它的变量值就是我会放在什么地方。大家这样设置好之后呢，那么这个欧拉玛所下载下来的所有模型都会放到这个地址里去。这个地址的话，你在你机器上自己建一个文件夹去放就可以了，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决定。那么点这个确定，翻回来就可以了。现在呢，我们来点这个运行这样的，因为我这边呢已经下载好了，所以它会启动这个欧拉玛。如果大家没有运行的话，那么这边是会那个重新去下载。这边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边呢，我们涉及到欧拉玛的几个命令啊，欧拉玛，大家打一个这个词就可以了。那么这边它列出来就是它所有的一些命令，有个 list 命令啊，这个是就是列出来它下面的一些模型。这个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欧拉玛 list， 那么点一下。大家看到我这个欧拉玛这个系统里面呢，它其实是有2个模型，一个是我刚刚下载的这个llama 3，另一个呢是我之前做实验，我这边新搞了一个别的模型。那么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去装。那么我们先把它卸掉。那么这边它有个卸载命令，这个 2m，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把它卸掉，llama 3把它卸载掉。好，这样我们看看现在还有没有。大家看到llama 3呢已经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模型卸掉了，需要重新下载。我们把剩下这个也给它卸掉，这俩都不要了。你待会儿给大家做演示啊。2个模型都没了，现在已经是空的了。我们来下载，就是欧拉玛 run。那么这个命令哪儿去了？当然这个命令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找到，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这个地址上呢，在 GitHub 上，然后有它的欧拉玛的一些所有的命令在这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如果你想要8B 的话，那么你就是欧拉玛 run llama 3。如果是这个70B 的这个llama 3的话，欧拉玛 run llama 3，然后呢加一个70B，这样就可以去下载。它这边下面还有一些其他的种类的一些语言模型，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下一下。这个是它所有的一些命令。这边呢，我们来下载我们这个需要的llama 3，回车，这边稍等，它会去下载这个llama 3的模型。这个模型呢一共4.7个 G， 这段下载呢我就直接跳过了。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呢就所有的模型下载完了，总共4.7个 G， 然后还下载了一些其他的文件，都比较小。那这边下载完之后呢，它会说是成功，然后下面的这边就可以来输入你的语言了，和这个大模型进行一个交流。这边我们来说一下，问他你好，他回答我们。然后呢，这边就跟刚才的对话一样，它这个只不过是没有那种 UI 界面，它只是在这个窗口里面去对话。那么可以随便问他2句，比如说这边呢，他回答我们是英文，我们让他用中文。问他今天几号啊？他不知道。那么问他这个，这边呢他又回到英文了啊。这个我们可以接着来让他使用中文。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欧拉玛啊，这个下载下来模型之后怎么去使用。
那么这种使用界面我们大家肯定是不喜欢的，我们还需要对它进行一些其他的设置，然后让它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 Web UI 这种方式。我们这边需要使用到的工具呢是这个 Open Web UI， 它这个呢是专门为这个欧拉玛配置的一个使用界面，它使用起来确实是非常方便的。这个下面呢有一些这种说明啊，我们看一下它怎么用。我们在使用 Open Web UI 之前，我们需要先装 Docker。那么这个 Docker 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我们来下载一下，搜这个 Docker 就可以。我们找到它的官网来下载，这边有一个使用，点一下，然后这边是下载，大家按照自己的操作系统去下载。那么我这边呢，我之前下载完了，这边就不去下载了。我们下载完之后就是这个图标，大家可以双击启动来进行安装。那么它在安装的时候也是不能选择路径，只能装成 C 盘。前面这个欧拉玛这个工具我们可以把它切到其他盘里面去，但是这个的话大家就不要动了，最好是，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不在 C 盘的话，它很容易报错。装到 C 盘之后呢，我们来给它进行一个启动，因为我这边已经弄好了，所以我就直接启动了。这边呢，大家可以先进行一个设置，找一下啊，它的路径应该是在这个里面。大家看这边有个路径，那么这个路径呢，它不叫模型啊，它是叫项目的镜像。它是把整个项目都装在了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呢，大家可以自己改一下，点一下这个后面这个按钮，你自己去选一个地方就行了。设置好之后呢，我们把它缩小就行了，它不要关掉，缩小就行了。这样的话，我们整体的设置就做完了。我们看一下怎么去使用。那么这边呢，它给了我们一个命令，在这儿，我们把它复制下来。他说，如果是欧拉玛在自己的计算机上，我们就使用这个；我们个人电脑上的话，肯定都是用这个命令。下面这个的话，它是不同的服务器，这个我们一般情况下也用不到，所以我们就不去管它了。把上面这个复制下来，然后我们打开我们机器上的 CMD， 点那个开始，这边有一个这个，我们输入 CMD， 然后打开这个窗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命令，它到底装好了没有？打个 Docker， 然后如果说你这边一切安装正确的话，接下来会有一些显示了一堆这种命令，这个就说明了我们这个 Docker 我们已经安装对了。接下来呢，我们把我们刚才复制的这个命令再重新复制一下，把它贴过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它去运行。大家看，它这边呢提示我说错误，其实这个不是错误，它的意思就是说我这边呢已经存在了，因为我之前呢已经装过了，所以说呢这边呢已经存在了这个东西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取消掉。大家看这边，这是我已经安装好的一个服务器啊，它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命令呢，把它该下载一堆东西啊，这个大家第一次运行的话肯定会下载一些东西。下载完，然后运行完，那么你的这个 Docker 里面这边呢会多一个这样的服务器，这样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个把它整体的这个包呢就全部荡下来了，这边我们可以正式去使用了。这边它准备好之后呢，然后这边它给了我们一个地址，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访问这个地址来享受。那么我们点一下把它打开，这边是它的这个地址，把原来这个给它删掉。这边大家在打开的时候呢，稍微等一下，因为它这个它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啊。你下载完之后呢，稍微等个10秒钟，然后再来打开这个地址，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可以直接使用。我们刷新一下，然后这边呢选择一个模型，这个是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阿玛3这个模型，选择一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跟它开始对话了。你好，这个是第一次对话，那么它需要把模型加载到内存当中，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再来问他一下，我们说你吃了吗？他说不需要吃饭。这边呢，大家就可以跟他进行聊天了啊，想聊什么都可以。我们到这个地方呢，这个阿玛3这个模型，大家已经可以非常愉快的使用了。那么这个欧拉玛这边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这样的模型，就是它里面已经做好的模型。那么我们只要使用这个命令，就可以去下载使用，这是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便利。当然说，如果说它这边没有提供的大模型，那我们怎么去使用呢？这个欧拉玛也提供了相应的方法，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我在这边呢，事先准备好了一个模型文件，那么这个语言模型的文件呢，就是阿里的通义千问，我们就拿它做个演示。这边给大家额外提一句，就是这个后缀是 gguf， 这个 gguf 呢就代表就是这个语言模型呢是经过微调，然后呢经过一些优化压缩之后生成的一个语言模型，那么它的效率呢要比我们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这种语言模型要好。那么这个 gguf 格式的模型怎么下载呢？我们需要打开 Hugging Face。那么大家看到这边呢，有一些很多的这种 Llama 3的模型，像这些呢，就大部分都是经过这种微调的，可以下载到这种 gguf 格式的。当然，如果说我们想要更多的话这边可以选这个第二项，这边呢你输入一个 gguf， 大家看到这边出现了一个新的标签，选中。那么这样出现了之后呢，就是所有的这种模型吧，全部是 gguf 格式的。这个我们可以随便来找一个下载。
点进来。那么这边呢，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种 GGUF 的模型，这个大家可以随便下载一个。因为我这边呢已经下载了这个同义千问的这个模型，所以这边我就不下载了，拿这个给大家做演示嘛。我们这种格式的文件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使用方法的。我们先来说第一种，就是把它转换成这个欧拉玛格式的这种文件，然后通过这个 OpenWebUI 这种方式去使用。因为这个使用界面呢，确实是非常简洁，也比较符合我们的使用习惯。那么这边我们说怎么使用，这边呢大家新建一个文本文件，它的名字呢叫这个名字，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名字不要写错了 ，Model File。然后我们双击打开，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要输入一行代码，然后呢把这个路径给它写下来，这样，然后把这个名字也写下来，大家保存，我们只需要这么一行代码就可以，把它关掉。那么我们给它创建了一个文本文件，然后呢，我们打开我们这个欧拉玛的这个文件夹，然后打 cmd， 然后我们来输入我们的代码。我们这边需要输入的代码就是这个，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就是这个欧拉玛通过这个它的这个命令，然后去创建一个模型，这个模型的名字呢叫这个，这边这个名字大家可以随便起，然后后面呢是-f，然后后面跟上我们这个文本文件的一个路径。这样的话，它就会去读取我们这个文本文件里面我们刚才写的那一行代码然后它就知道说我们的原始模型是这个。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原始模型把它转换成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一个欧拉玛模型，点一下回车键，这边它开始转换，这边我们需要稍等。我们看到这边提示我们成功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之前的这个命令，欧拉玛的命令，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有多少模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呢是我们通过那个官方的命令下载的，这个模型呢是我们刚刚才转换过来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使用了。在这边因为我们刚才选这个模型的时候呢，它这边是只有一个模型。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看到现在呢变成了2个模型，这是我们刚刚转换过来的这个新模型。我们来切换一下，我们来跟它聊聊，这边重新选一下，我问他你好。这边稍等一下，因为第一次需要加载。说你好，他给我回了一堆，这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再问他一个问题。嘿，这模型还挺有个性。我们只说使用方法，好不好用这是另一回事儿。我们这个第一种方法呢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其他的使用方法。这个 GGUF 其实很多工具可以使用，然后我们这个需要用到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名字呢就叫这个，比较简单。然后我们来打开，它在什么地方下载呢？我们打开网页在这边搜索一下这个这边直接下载程序然后下载完之后安装就可以了。就这个东西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就不说了，这个大家自己去做。然后装完之后呢，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安装目录，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来双击的启动。好，首先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情还是把模型包的位置改一下，如果你不改的话呢，它在 C 盘点这个设置。那么这边有一个高级设置，这是它放模型的一个地方，大家自己去打开这个文件，改一个地址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地址，这边是把它放到这儿了。然后这里面有个模型文件夹，大家看这里面呢是它可以支持的一些模型的种类，它不支持的模型种类我们也是可以拖进来使用的。那么这边比如说还是我们刚才那个模型，这是我们刚才那个模型，然后呢我们怎么让它支持呢？那么就是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边新建一个文件夹这个文件夹的名字呢就叫这个，名字起的一样就行了。双击点进来，把我们这个模型拖过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整体的设置就做好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翻回来，那么这边呢是我们这个模型，大家可以在这边选。这个是我之前导入进来的模型，然后新导入的还没有显示是吧？没关系我们关掉，重新开启一下，刷新一下就可以。好，我们再来看，那么这边大家看到了，我们刚才导入进来这个模型，它就有了，我们点一下去使用就可以了。然后呢，这边它会有一个加载，我们来跟它说句话。这边呢，它在加载模型，现在模型加载完毕了，大家看到它给我们这个回话是吧？这样我们就可以聊天了。好，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常用一些的工具这个工具我没有亲自去用因为我这个机子上的出了一点问题我来装这个程序的时候呢，发生了一点问题，然后一直没解决掉，所以这个就没办法给大家演示了。当然，它的使用方法呢也比较简单，来这个官网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完之后呢，它跟我们刚才那个工具差不多，也是把那个 GGUF 格式的模型把它拖进去就可以了。拖进去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刚才那个界面一样，去正常去进行聊天。用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选一个。
而且这个工具有个更好的地方，就是它上面呢有一些就是大家调整过的一些模型，很多的这种微调模型啊，我们还可以去选择一种。这个工具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了3个工具，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选一种来使用，哪一种都可以，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方式就可以了。只要我们掌握其中的任意一种，那么之后再有别的这种语言类的大模型出来，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使用了。大家拜拜。